喪屍末日來臨，重生後我綁定堡壘系統，上輩子被僅剩的親人背叛，這次我開啟堡壘，看誰能笑到最後。重生回到末日來臨前，我緩緩睜開眼，猛地坐起身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，身體上被喪屍撕咬的疼痛感還歷歷在目。上一世，父母早亡的我被托付給了舅舅舅媽一家，我被他們連哄带騙地奪去了所有財產，甚至連姥姥留給我的一套房也被他們騙去。但是即便這樣，在喪屍末日來臨的時候，他們一家沒有食物，便把目光轉向了無依無靠的我。最後，他們像鬼一般趴在我身上，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，把我分食殆盡。想到這裡，那種身體上不受控制的痛感再次席捲全身。這一世，我要加倍奉還給他們每一個人。我還沒有在重生的喜悅中緩過來，眼前突然出現了藍色界面的對話框。檢測到核實宿主，末日堡壘系統請求綁定，請問您是否綁定？我伸出手在眼前晃了晃，卻發現眼前的對話框竟然是可以選擇的。我被系統選中了，還是末日堡壘系統？那豈不是直接坐等末日就可以了？請問宿主是否需要綁定？我毫不猶豫地點擊了確定，眼前的界面開始清晰。恭喜宿主，末日堡壘系統綁定成功，請您選擇合適的地點綁定。地點？那要選擇一個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，最好能不讓舅舅舅媽發現，卻還能時刻觀察到他們的一舉一動。我還在思考哪裡比較合適的時候，劉家樂那令人討厭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考。裝什麼裝？你滾起來！不要在我的卧室裡，髒死了！你個拖油瓶賠錢貨！再睜眼，表弟劉家樂那張肉嘟嘟的肥臉在我面前亂晃，嘴裡不停說着辱罵的話。我終於在他的谩骂聲中緩過來，站起身面對他，反手就是一個大逼兜。劉家樂似乎也沒想到我竟然敢如此對他，剛要像之前一樣衝上前來咬我，被我一脚踢開。坐在地上的劉家樂氣得哇哇哭，一邊哭一邊啞着嗓子大喊：爸媽，他打我！賠錢貨他敢打我！我看着舅舅怒氣冲冲地拿着掃把衝過來就要打我。上一世他就是這樣脾氣暴躁，不分青紅皂白，永遠向着自己的蠢蛋兒子。我背過身想要抵擋，可是預想中的疼痛沒有傳來，舅媽及時把舅舅拉住，在舅舅耳邊嘀咕了幾句，舅舅便轉身罵罵咧咧地離開了。我想起來了，上一世這個時候我還沒有把父母的遺產拿給他們，而我的舅媽此刻對我如此關懷，無非是為了爸媽留下的存款，還有姥姥留下的房產。這一世我絕不會再上當受騙了。我看着舅媽笑嘻嘻的模樣，心裡一陣惡心。她佯裝着批評了幾句劉家樂，對我一陣安撫，話裡話外都是家裡困難，需要點錢周轉。舅媽，我沒有錢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媽他們什麼都沒留下。我揣着明白裝糊塗，可是舅媽不依不饒，四處打聽姥姥留給我的房產。可是他們明明守着一個小超市，家裡過得滋潤得很，卻還是貪心的想要奪走我的東西。這一世我有了剛才選定的堡壘系統，我什麼也不怕了。我要把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加倍奉還在他們身上。舅媽，我有一份之前爸媽买給我的旅游基金，但是錢提不出来，要不你們帶着家樂一起出去玩幾天吧。原本心灰意冷的舅媽聽見我這樣說，嘴角立馬上揚。雖然不是實打實的錢，但是能占到便宜她就很開心了。我本不想給她拿錢，可是為了我後面的計劃，出點血就出點吧。上一世舅媽仗着自己的超市把物資都藏起來供着劉家樂吃，我餓到眼冒金星，也沒有等來一口飯。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到了那一步，他們会不会对自己周圍的其他人下手。第二天，我和往常一樣背着包出門，可是轉頭和老闆請假後，套上了我的裝備，鴨舌帽、口罩、墨鏡都戴上，以舅舅一家為圓心，四處尋找最合適的位置。檢測到合適地點，請問宿主是否需要綁定堡壘地點？我剛走出沒幾步，眼前的界面突然出現了提示詞：堡壘地點匹配度100%。我正疑惑什麼地點如此合適，抬頭一看，系統箭頭指向的地方竟然是舅舅的超市。可是末世一旦來臨，舅舅一家肯定会往超市裡躲避，這是不是太明顯了？不会被發現吧？我正想着，系統界面又開始提示：溫馨提示，堡壘系統綁定後，沒有宿主允許，任何人不得進入。看着眼前的提示詞，我心動了。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爽？如果我把舅舅的超市變成了堡壘的據點，舅舅一家從來都没有囤貨的習慣。想到這裡，我情不自禁地笑了，一邊笑一邊點擊了確定。恭喜宿主，堡壘激活成功，為您贈送新手福利。我面前的系統界面出現了一行小字，提醒我領取新手福利成功。新手福利在末世來臨前的階段，你與堡壘將不會被網絡及其他設備檢測到，且堡壘選定的地點不受堡壘內部所影響。不會被檢測到，不影響，也就是說，這是我一個人的秘密空間，而且舅舅不到喪屍爆發的時候都不會發現。我心中竊喜，選定好了地點，想到以後舅舅他們一家的慘狀，我的呼吸都順暢了許多。而此刻的舅媽一家卻絲毫不關心我的動向，他們一心要帶着劉家樂出門旅遊慶祝一下。臨走前，舅媽扔給我一串鑰匙，
略带抱歉地看着我。慧慧實在抱歉，我買票的時候只剩3張票了，你看，那舅舅不去不就行了？我們3個人去。沒想到一向乖巧的我，竟然如此巧舌如簧。舅媽尷尬地笑了笑，咬牙說道：“行，就是。”我看着她吃瘪的樣子，心裡說不出的痛快。好了，舅媽，我和你開玩笑的，祝您玩得開心。聽見我這樣說，舅媽鬆了一口氣，寬慰地看着我。我就知道你最省心了，這幾天超市就拜託你了。你放心，最多2個星期我們就回來了。我在心裡默默地嘲諷，這就看你們還有沒有命活着回來了。我乖巧地點頭。舅媽把鑰匙扔給我後，就迫不及待地帶着表弟和舅舅出門瀟灑去了。而我拿着舅媽給的鑰匙，打開超市門後，系統提示界面再次出現在我面前。檢測到宿主到達堡壘地點，請問宿主是否要查看堡壘信息？我點擊確定後，界面上出現了一系列堡壘的基礎設置信息。堡壘宿主柳慧慧，堡壘等級1級，目前可消耗1000金幣進行升級，請問宿主是否需要升級？1000金幣，我大腦來不及思考，手已經做出了選擇，接着系統界面就發生了變化。堡壘升級成功，目前堡壘信息如下：堡壘等級2級，門禁防禦系統已激活，樓體結構升級鋼結構，倉儲空間1級1500平方，蓄水池容量等級1級20噸。宿主可以完成任務後繼續升級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7天。我看着屏幕上的信息，不敢浪費時間，現在的時間就是生命。我按照系統提示，點擊堡壘落地套入，隨後舅舅的超市櫃檯變成了一扇門。我嘗試着推開門，雖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，但是推開門之後，我還是嚇了一跳。面前的房間十分寬敞，足夠我囤放物資。我迅速地熟悉了一下堡壘的布局結構，整個堡壘分為幾個模塊，其中一個便是剛才升級得到的蓄水池。按照系統提示，我點擊了開始蓄水，很快蓄水池裡的水慢慢漲起來。我看着逐漸漲起來的清水，心裡充滿了安全感。熟悉完後，我快速地將舅舅超市裡的貨物囤放進我的儲物空間裡，分門別類後，整個超市的物資也只佔了儲物空間的1/10不到。舅舅這個小超市平時也沒有幾個顧客，當下時興的吃食，如自熱火鍋之類的東西，他都沒有。看着眼前稀少的物資，我決定要立馬進行大量囤貨。可是資金問題怎麼解決呢？正當我犯愁的時候，我接到了拆遷辦的電話，通知我外婆留給我的那套房子要拆遷了，讓我去協商拆遷事宜。真是瞌睡了送枕頭，我本以為拆遷很快能辦完，沒想到還碰上了一群攔路虎。上一世，舅舅連哄帶騙的把外婆留給我的房子奪了去，一直到死我都不知道外婆的房子竟然要拆遷了。原來這就是他們費盡心機要霸占房子的原因。只是這一世拆遷通知提前了，舅舅還在外地旅遊，還沒有收到這個消息，簡直天助我也！我快速驅車來到拆遷辦，剛進門就看到地上坐着外婆老宅的鄰居李阿姨，她正坐在地上哭個不停，一邊拍着大腿，嘴裡一邊喊着：“你們這是要讓我們流落街頭啊？我們一大家子人該去哪裡安身啊？我們都在這裡住了一輩子了。”聽她這個意思，是不滿意拆遷辦給出的拆遷補償，想要先安置再拿錢，倒也可以理解。畢竟拿了錢，該去哪裡落腳的確是個難題。可是末日馬上來臨，這個時候拿到錢去囤物資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站在人牆外，聽着其他人的附和聲一陣高過一陣，默默走到一旁，找到工作人員。我同意拆，但是我有個條件，拆遷款必須明天下午之前打到我的賬戶上，全款。他們給出的拆遷款加上爸媽留給我的遺產，足夠我囤積必須的物資，熬過去末日了。聽見我說同意拆，工作人員立馬同意了我的要求。同時故意拉着我在人群前簽署拆遷協議，當作典範。剛才還坐在地上鬼哭狼嚎的李阿姨立馬彈了起來，腰上的赘肉抖了3抖。柳慧慧，你敢背叛我們，顯得你多高尚，多聽話，多配合嘛。对啊，慧慧，你外婆要是知道你把她留下來的房子說拆就拆了，泉下有知，得罵你個3天3夜。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顧別人的感受，硬拿死去的人來壓活着的人。眼看着周圍人的情緒越來越激動，已經妨礙到我簽字了。我轉過身，冷臉對着他們。眼前人的臉和上一世那群喪屍的臉慢慢重合。上一世他們也是如此，對着弱小群體群起而攻之，後來再互相殘殺。可是弱小就該死嗎？各位叔叔阿姨，我簽我的，我簽了同意，也不拆你们的房子。你們那麼激動幹什麼？聽見我這樣說，他們更來勁了，熙熙攘攘的擠着上前，說我不團結，說我不識好歹，不為集體利益考慮。叔叔阿姨們，看在我姥姥的面子上，我好心提醒各位。我看這世道也不太平，不知道哪天就世界末日了。與其在這裡撒潑打滾，不如早拿錢，早做打算，囤點物資，以防萬一。聽見我這樣說，他們只覺得我是瘋了，是不想出去工作，想靠着老房子的拆遷款度日，嘴裡的話越罵越難聽。言盡於此，我已經提醒他們了，
既然大家都不當回事，良言难勸該死的鬼，我也不想給自己多找麻煩。眼看着鬧事的人越來越多，工作人員安排我去單獨的房間辦理拆遷款的下發。很快，我拿到了一筆不菲的拆遷款，同時去銀行取出了父母留給我的財產。這筆錢足夠我用來囤積物資了。為了避免一次性購買太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我選擇了少量多次的選擇。一整天我都奔波在不同的超市和批發市場裡，同時還網購了許多藥品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在我購買物資時，來來回回不停地走路搬運。好在之前舅舅經常安排我給超市上貨，不然我的體力還真的跟不上。就在我把最後一箱方便麵搬进儲物空間的時候，系統的提示界面再次出现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每日1萬步鍛鍊任務，獲得3000積分，可解鎖下一級堡壘。請問宿主是否升級？原來任務是需要我完成鍛鍊任務，強身健體。不得不說，這個系統還是挺有規劃性的。點擊確認後，系統界面發生了變化。恭喜宿主完成堡壘升級，堡壘升級成功。目前堡壘信息如下：堡壘等級3級，门禁防禦系統已升級，樓體結構升級為銅牆鐵壁，倉儲空間2級，15000平方，蓄水池容量等級2級100噸，解鎖隨身背包功能，永久鎖先功能。宿主可以完成任務後繼續升級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6天。我看着儲物空間的地上出現了一個黑色雙肩包，背在身上後，我隨手拿起一瓶水，用意念控制了一下。接着，手裡的礦泉水真的到了背包裡，而且我竟然完全感受不到背包的重量。有了這個背包，我就不用再開着車一箱箱的搬運貨物了。帶着背包，我又去幾家商標和遠一點的批發市場。一上午，我的戰果如下：大米5000斤，麵粉5000斤，食用油5000桶，方便麵1000箱，自熱火鍋1000箱，火鍋底料及各種調味料1000斤，堅果零食500箱，罐頭、飲料及酸奶等飲品各100箱，衛生巾、洗漱用品300箱，衛生紙1000箱。清點完必備的食材，我又去了全市的幾家藥房，各種消炎止痛藥物、酒精碘伏、退燒等各種 OTC 藥物一應俱全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將藥品單獨存放了一個房間後，我去了最遠的菜市場，找到肉攤老板，訂購了5000斤豬肉、5000斤牛羊肉。看見我一個小姑娘一下子訂購了這麼多，肉攤老板有些不可思議，他警惕地看着我。小姑娘，你訂這麼多肉幹什麼？有什麼需求嗎？老板，你放心接，家裡接了個喜宴的大活人比較多，所以得多備一些肉。你能接這個單不？不能接的話，我再去問問別的家。老板聽見我的解釋，放下了戒備，一臉笑容。小姑娘，不是我吹，這放眼整個市場，我如果接不下，那就沒人能接得住了。我沒再多說，留下聯繫方式，只說明天一早讓老板給我裝車，我來拉走。我又來到旁邊的家禽養殖場，訂了雞鴨魚蝦各500斤，還有蔬菜水果，各種喜歡吃的水果通通都預備好。忙完這一切，我想着我的運動步數應該夠了，可是打開系統界面卻發現還差幾百步，這讓我突然意識到，如果我一直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儲物空間內，沒有娛樂活動也有點無聊。所以我又馬不停蹄的去訂購了各種健身器材、美容器材，確保自己在裡面住着能夠打發時間。忙完這一切，我的任務步數終於夠了，系統提示界面再次出現在我眼前。恭喜宿主完成每日1萬步鍛鍊任務，獲得3000積分，可解鎖下一級堡壘。請問宿主是否升級？點擊確認後，系統界面再一次發生了變化，這一次界面變得更加高級，更加清晰。恭喜宿主完成堡壘升級，堡壘升級成功。目前堡壘信息如下：堡壘等級4級，門禁防禦系統已滿級，獲得自動抵禦技能；樓體結構已滿級，獲得防水、抗震、保暖性能；倉儲空間3級，3萬平方蓄水池，容量等級已滿級，獲得無限飲用水功能；隨身背包功能已升級容量。宿主可以完成任務後繼續升級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5天。看着系統界面上無限飲用水功能和自動抵禦技能等滿級提示，我心中的最後一絲不安也烟消雲散。無限水源意味着生存的根本保障，而自動抵禦技能則讓我的堡壘成為了真正的銅牆鐵壁，再無需擔心任何形式的入侵。我看着自己這幾天的效果，心情愉悅了很多，剛想坐下來休息一會，舅媽的催命電話就打過來了。慧慧，你在家看超市怎麼樣啊？這幾天怎麼沒有看到有進賬的消息？是不是偷懶了？快把視頻給我在超市裡轉一圈，我看看你有沒有偷懶。我看到視頻裡的舅媽在沙灘上悠閒地躺着，面露不悅。我把手機對準貨架，舅媽看見貨架的貨物有變少，這才放心，叮囑了我幾句一定要堅持看店，不能偷懶之類的話，就匆匆掛斷了電話。而我利用新升級的容量更大的隨身背包繼續囤貨，我的囤貨效率也呈幾何級數增長。我不再需要車輛作為掩護，而是直接穿梭於各大倉庫式超市、批發市場，購買完後選擇自提。
員工搬到車上後，我意念一動，所有的貨物便無聲无息地收入背包，再通過堡垒的門瞬間轉移至龐大的倉儲空間內，分門別類，自動歸置。肉攤老板和養殖場的貨物也順利交付。我將新鮮的肉禽、魚蝦和蔬果放入具有永久鎖鮮功能的倉儲區，它們將永遠保持放入那一刻的新鮮度。經過2天的奮鬥，我又給我的堡壘追加了以下物資。我又追加訂購了能源類大型柴油發電機組5台，配套每桶200升的柴油100桶，太陽能充電板100套，大容量充電寶500個，各種型號電池50箱。工具類消防斧、撬棍、工兵鏟、多功能刀具各50把，高強度繩索1000米，各種型號螺絲刀、扳手，套裝20套，5斤材料若干。為了防止系統出現意外，我特意花了大價錢從黑市購入了一把霰彈槍。服飾方面，從內到外，從夏到冬，各種尺碼的耐磨衣物、防寒服、雨衣、手套、帽子、雪地靴等，足以應對任何極端氣候，各準備了100套。娛樂學習類，下載了無數電影、電視劇、紀錄片、電子書，單機遊戲的硬盤50塊，筆記本電腦10台，大容量移動電源100個，撲克牌、象棋、圍棋、桌遊若干，甚至還有幾把吉他和口琴，用來打發無聊的時間。足夠我考慮到了後續的生存問題，購入了一部分貴重物品，黃金1000克，白銀5000克，以及大量未開封的香煙、名酒。這些在末世過後，或許能成為以物易物的硬通貨。做完這一切，我看着幾乎被填滿的3萬平方倉儲空間，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和安全感油然而生。這些物資足夠我安穩地度過10幾年了。經過2天的努力，我的堡壘升級到了6級，解鎖了更多功能。我看着面前的信息板，想着該如何好好利用這新出現的功能。恭喜宿主完成堡壘升級，堡壘升級成功。目前堡垒信息如下：堡壘等级6級，倉儲空間已滿級，隨身背包功能已滿級，解鎖農場管理模式。宿主可以完成任務後繼續升級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3天。我看着面前新出現的一塊農田，陷入了思考。萬一末世持續很久，自給自足是長遠之計。想到這裡，我抓緊時間又去訂購了各類蔬菜、瓜果種子500包，無菌營養土1000袋，簡易水培設備10套。經過一系列安排後，我的空間變得井然有序，系統再次升級。這一次，我解鎖了裝飾功能。恭喜宿主完成堡壘升級，堡壘升級成功。目前堡壘信息如下：堡壘等級8級，農場經營系統已滿級，農場全天自動模擬太陽光照過程，配備自動除蟲功能，解鎖裝飾功能，解鎖任意門功能。宿主可在任意地點選擇使用任意门進出堡壘，宿主可以完成任務後繼續升級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2天。我開始着手布置堡壘的生活區，堡壘內部結構可以根據我的意念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裝飾。我劃分出舒適的卧室、功能齊全的廚房、寬敞的客廳、整潔的衛生間，甚至還有一個健身房和一個家庭影院。我將系統界面上展示的家具、家電、軟裝一一選擇好。裝修風格上，我選擇了日式風格，看起來溫暖又舒適。很快，這個堡壘開始真正變成一個溫暖、舒適、功能齊全的家。做完這一切，我盯着窗外發呆。窗外依舊是那個平靜的世界，人們行色匆匆，為生活奔波，絲毫不知滅頂之災即將來臨，一切的奔波都變得毫無意義。而我，在這個即將陷入地獄的世界中心，建造了一個只屬於我的天堂。看到路邊的監控，我突然意識到，我的系統還沒有對外監測的功能，看來我得自己配置了。我決定進行最後一次外部採購，並開始我的觀察計劃。我驅車來到市中心最大的數碼商城，購買了10台高性能無人機，配備了高清攝像頭和紅外夜視儀，以及數百塊備用電池。這將是我在堡壘內的眼睛，讓我可以實時監控外界，防止出現其他變故，特別是舅舅一家，還有超市周邊的情況。就在我採購完畢，剛回到超市附近，我看到舅舅一家旅遊回來了，大包小包，滿面紅光，尤其是劉家樂，手裡拿着昂貴的玩具，嘴裡還叼着零食，顯然這次旅行讓他們心情極佳。而這些幸福全都是趴在我身上吸血得來的，我卻並不生氣，因為在他們出去的這段時間，我利用舅舅舅媽2個人的身份信息，在一些小的貸款平台上貸出了一筆不菲的資金。他們現在大搖大擺的消費的全是他們自己的錢，至於他們有沒有命還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舅媽看到我背着雙肩包站在超市門口，有些不悅。慧慧，這個時間點你不在店裡好好看着，跑出來幹嘛？少掙的錢你來賠嗎？賠錢貨就是賠錢貨。劉家樂跟在舅媽身後附和着，臉上的肉更加的飽滿了，肥頭大耳，油光滿面的樣子，真令人惡心。我和往常一樣，表現得十分委屈，低頭小聲回答道：舅媽，我只是出去買點飯，沒有偷懶。舅舅剛想習慣性的抬腳踢我，卻被我一個側身閃開了，一下沒踢到，反而扭了腰，
一只手扶着腰，一只手撐在膝蓋上，痛得發出哎呦哎呦的聲音。即便這樣，他的嘴還是要抽空罵我2句。對於他的辱罵，我全當聽不見，畢竟他也活不過多久了，實在沒必要和一個死人計較。舅媽，你們玩得開心嗎？開心開心，多虧了你的旅遊基金。舅媽，既然你們回來了，那鑰匙就物歸原主吧。舅媽接過鑰匙，假意關心了幾句，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丈夫兒子去看他們的超市了。他們絲毫沒有察覺，他們的命根子已經徹底換了主人。回到堡壘，我立刻啟動了無人機偵察模式，小巧的無人機無声無息地升空，懸停在超市斜上方一棟建築的隱蔽處，攝像頭清晰地捕捉着超市門口的景象。只見舅媽用鑰匙打開門，3人走了進去。片刻之後，舅舅一臉疑惑地探出頭來，四處張望，又縮了回去。通過無人機的高靈敏麥克風，我隱約能聽到他們的對話。奇怪，感覺哪裡不對？舅舅狐疑地說道。哪兒不對了？舅媽只顧着清點抽屜裡的零錢，那是我專門找的刘家樂存錢罐裡的零錢放進去的。不对，感覺好像空了不少，但又好像是滿的。是我的錯覺嗎？舅舅疑惑地皺着眉頭，到處查看情況，翻箱倒櫃的想要確定心中的那點疑慮。我看你就是路上累的，這不貨都換成錢了嗎？哈哈，趕緊收拾一下，看看空了多少，我們補一點不就好了。舅舅聽見舅媽這樣說，也沒有多想，全然以為是自己太累了。我躲在角落裡，通過手機看到眼前的畫面，不自覺地笑了。系統的新手福利果然有用，堡壘選定地點不受堡壘內部所影響，在他們眼中，超市還是那個超市，但那只是系統制造的幻覺，實際上裡面早已空空如也，只剩下一個偽裝的外殼。我收回無人機，找了個隱蔽的角落進入了堡壘，看着面前我精心打造的末日世外桃源，滿意的笑了。正準備躺在我的大床上休息一會兒，系統的提醒界面出現了。溫馨提示：堡壘還差1級滿級，請問宿主是否需要做任務升級？還有1級。看着周圍已經無比堅固的牆壁，內部也已經琳琅滿目，我也仔細清點過了，不缺少什麼東西了，還能升級什麼呢？好奇心的驅使下，我點擊了確定，系統卻提示我要繼續完成隱藏任務。我皺了皺眉頭，隱藏任務能是什麼呢？我看了看手機，運動步數也已經達到了1萬步。可是顯然，這一次的升級任務並不是這個。我來到舅舅家，反覆的檢查屋裡還有沒有落下的重要東西，確定好爸媽留給我的遺物都帶走了。在角落裡，我翻出了姥姥藏起來的全家福。那個時候，姥姥天天盼着舅舅能去看她一眼。可是直到最後，舅舅也是為了姥姥的房產，才去了姥姥的病床邊盡孝。想到這些，我捏緊手中的全家福，毫無留戀地關上門，徹底離開了這個破破爛爛的家。你背着包又去哪兒？我勸你最好趁着年輕還有點姿色，快點去找個男人嫁了，省得天天在這裡白吃白喝。舅舅斜着眼瞪我，剛才聽他們的對話，今天去進貨搬了一點點很少的貨物。舅舅因為踢我的時候閃到了腰，到現在還疼，氣得又開始衝我發脾氣。我停住腳步，立在原地，聽着舅舅那些污言穢語從嘴裡跑出來，我的心還是不自覺地痛了一下。眼前這個男人是我媽媽唯一的弟弟，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有親密血緣關係的人了。可是他卻絲毫不念血緣親情。姥姥在天上看到了這一幕，心裡也會難過吧。舅舅，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叫你，以後我不會再回來了。外面越来越不太平了，你們還是早做打算吧。說完，我把手中的全家福舅舅那一半撕下来，扔在了门口的玄關櫃裡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後舅舅的怒罵聲不絕於耳，可是我的內心卻毫無波瀾。死丫頭，翅膀硬了，等你回來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走，我看你能走到哪去？趕緊找人嫁了，挣點彩禮錢給你弟弟買房子。走在街上，我抬頭看着天上的烈日，天空逐漸有些陰暗了，離末日的到來只有1天了。我還沒有解鎖隱藏任務，突然角落裡一聲微弱的貓叫把我的思緒拉回來。我沿着牆邊找去，發現了一只瘦小的狸花貓。它瘦小的身體被一堆紙箱壓住，身上的毛由於血水的堆積，有些都粘在一起了。我看着它無助的眼神，有些于心不忍。想起了之前我帶回家想要收養的一只小狸花，被舅舅和舅媽一頓暴罵，劉家樂甚至當着我的面虐殺了它。從那以後，我再不敢提出收養寵物。想到這裡，我走過去，輕輕地把它從下面解救出來，將它抱在懷裡。反正我自己一個人待在那裡，時間長了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不如有個小貓作伴也是好的。我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咪咪，帶着它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寵物醫院，確定只是一些皮外傷，簡單的處理了一下。我又去寵物用品廠給咪咪訂購了足夠多的貓砂和貓糧、貓條、罐頭，統統都備足後，我把咪咪帶進了我的堡壘。咪咪剛進入堡壘，系統提示界面就出現了。恭喜宿主完成隱藏任務，找到鎮宅神獸，現在堡壘可升級為滿級，請問宿主是否升級？我有些驚喜的看着地上的咪咪，原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
原來我的隱藏任務就是找到他成為我的镇宅神獸。我快速的点擊了確認，整個房間迅速亮起來，短暫的發出一陣耀眼的白光後歸於平靜。恭喜宿主完成堡壘升級，堡壘升级成功，獲得镇宅神獸贈禮。目前堡垒信息如下：堡垒等级10級，解锁遠程控制系統。宿主可以在任意距離內控制堡垒內部的物品进行操作，解鎖安保系統。末世期間，堡垒将以最精密的武器保護宿主及周邊生命體的安全，解鎖遠程傳送系統，覆蓋距離500千米。宿主可在500千米範圍內隨時瞬間回到堡壘，該技能冷卻時間24小時。神獸贈禮：神獸幸運值10。溫馨提示：距離末日來臨還有1天。遠程傳送這個功能太好了，也就是說，我只要在500千米的範圍內，想要什麼回到堡壘，就可以瞬間轉移到堡壘裡。我激動地抱着咪咪轉圈，咪咪舔了舔我的手，像是在邀功一般。我看着它可愛的模樣，塞給它一根猫條作為獎勵。隨後，我又仔細檢查了堡壘裡面的情況，確保沒有任何問題後，我又劃分了一個新的空間，專門給咪咪用來玩耍。點開裝飾面板，給咪咪裝飾了許多玩具和攀爬架。我看到系統界面右上方有個小房子標誌，堡壘人數1，神獸數量1。我嘗試點開後發現，上面出現了我的健康值、生命值、武力值，下方還有個升級按鈕。其他的我都還可以接受，健康值也在良好以上，可是為什麼武力值這麼低？我很菜雞嗎？我點擊下方的升級按鈕，瞬間武力值增加1半，我感覺自己身體都輕飄飄的，整個人體內有些燥熱。我嘗試出去跑了跑步，發現自己運動速度加快了許多，而且還完全感覺不到累。我又嘗試去蹦跳，發現2米高的牆我也輕鬆越過。這功能好，不但可以強身健體，必要的時候還能保命。看着腳下的咪咪，我好奇地點開它的屬性面板。什麼？他的幸運值和武力值比我還高。好，人不如貓啊。末世來臨前的最後一天，城市依舊喧囂，但網絡和新聞上開始零星出現一些奇怪的報道。某地發生惡性咬人事件，某種未知病毒正在擴散，專家呼籲民眾減少外出，恐慌的情緒如同水滴入油鍋，開始悄然迸溅。我靠在堡壘柔軟的沙發裡，指尖劃過平板電腦上不斷彈出的新聞推送。某市動物園猴子失控傷人，郊區化工廠洩漏導致居民行為異常，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，在我眼裡都是末日降臨的倒計時。咪咪蜷縮在我腿上，發出輕微的呼嚕聲，它的尾巴偶爾掃過我的手背，帶來一絲溫暖的觸感。我點開平板電腦上堡壘的觀測窗系統，這是升級到滿級後出現的新功能，能夠以完全隱蔽的方式觀察外部世界。看着街道上依舊車水馬龍，人們行色匆匆，有的提着剛買的菜，有的接着電話談生意，還有幾個學生嬉笑着走過。他們完全不在意這些新聞，似乎覺得末世根本不会到來，可是他們卻全然不知，24小時後，這個世界將徹底顛覆。咪咪，明天開始，外面就會變成地獄了。